富豪们的天塌了，那些想把钱转到海外的有钱人现在彻底睡不着觉了。大家好，今天是2026年8月1号，国内一大堆老板富豪可能天要塌了。离岸信托监管政策发布，中国富人海外避税行不通了，一起来看看怎么回事，请看视频。把钱弄到海外就高枕无忧的时代呢，彻底结束了。最近的财政部朝沪军2亿的海外富豪圈里边扔了一个深水炸弹，3000字的文字啊，一句话给它概括呢，就是离岸信托相关所有的资产一律征收20%的税，年年申报，一个也逃不掉。最狠的是还要倒查2023年到2025年这3年期间转出海外的资产，通通要补税。这是什么概念呢？你以为这仅仅只是查税吗？其实啊，走到收税这一步，说明国家呢已经把国人海外资产的所有底牌全部都摸清了。我们先来搞清楚离岸信托它到底是个啥。说白了，就是你把资产呢转给海外的某个金融机构，名义上这个东西不归你了，但是机构照样听你指挥，管钱打钱。好处就有2个。第一呢，国内负债破产，债主追不到这笔钱，因为法律上它不是你的。第二，既然名下没有这笔资产，国内就不用交税了。那这个盘子到底有多大呢？国内离岸信托存量资产，行业估算是2.3万亿到2.7万亿，涉及9400到11000户，掐指一算，户均2个多亿。保守算，补缴和新征税加起来，新增值税收800亿起步。什么概念呢？相当于全国1年个税总收入的1/20，全从这不到11000户的身上收。但这才只是冰山浮出水面的那个尖儿啊！离岸信托我们再往下扒一层，控制的其实是一整张海外的资产网。许家印在开曼的信托里给儿子装了23亿美元，但是穿透信托下面33家可公司、7个银行账户、12国资产。香港高等法院最终冻结的是77亿美元，折合500多亿人民币，差不多都是从许家印通过造假分红从恒大拿出去的钱。这不是许家印一个人的操作，这是离岸信托的一个标准的用法，股权、债券、房产、保险全部都装进信托下面的壳公司。信托本身资金有限，但它是钥匙，钥匙一拧，保险柜一关，纸面架构复杂到连自己的律师都说不清。但是所有壳的顶层都是一个开曼群岛的离岸信托，看似隔离，实际上呢还是许家印在控制。就算恒大欠了2万亿，烂尾楼30万家庭拿不到房，他也相信信托可以隔离一切。就算自己破产了，蹲监狱了，海外的钱还在，全家就依旧高枕无忧。新规的穿透原则盯的它不是信托这个壳，是壳后边的那个人。你信托下面挂了什么资产，这些资产产生了多少收益，全部都纳入征税。毕竟呢 2.5万亿信托资产直接征税，一年最多也就几百亿，国家是不着急这点钱的。公告真正的杀招在于穿透原则，不管信托下面套了多少层的 SPV 控股公司，全部都会穿透到实际的控制人。20%打的不只是信托里那2.5万亿的增值，而是整个境外资产盘子里的年收益流。总之呢，管住信托就等于是管住了全部的境外资产，这就是收税的根本逻辑。有人就说了，好端端的这么些年，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的主任施正文说得非常的直白，同样是取得收入，普通纳税人依法纳税，而通过离岸信托安排的纳税人却可以规避义务，严重违背了税收公平原则。那信托它到底是怎么帮他们跑掉的呢？比起前面的许家印，小燕子的前夫黄有龙的玩法就更典型了，连人带钱一起跑。2016年被证监会处罚之前，他就在海外成立了几十个空壳离岸公司，把大量的灰色不法收入层层的转移到新加坡，还拿了永久居留权。国内一出事，找个机会就出国不回来了，大量的国内灰色收入就变成了新加坡的家族资产。它的顶层设计呢也是信托，新加坡的信托管着家族在海外的一切。2个人的操作呢揭示了同样的一个规律，你不需要把全部的身家都藏进信托里，你只需要把顶层架构放进信托，下面挂公司、账户、房产、股票。信托是一把钥匙，拿到钥匙呢就拿到了整座金库，国家根本是管不着的。这种海外监管黑洞就是很多人之所以敢在国内肆意妄为的底气呀。新规要做的就是把这把钥匙给收回来。怎么收呢？6个方向，而且这6个方向是一刀比一刀狠。第一刀，设立环节就征收财产转让所得20%，你装进去的那一天，这个税就产生了，管你以后人在哪个国家做哪个国家的公民，这笔钱就别想逃，让你掂量掂量资产乾坤大挪移的成本。第2刀，存续期间按年申报。许家印以为永远不分红就永远不触发个税，股票涨了分红了，全部留在境
境外的账户，年年零申报。如今新规不管实际分没分，信托里的股票增值、债券利息、租金收入全部按年缴税，不分也照征。信托设在开曼，钱在瑞士，受益人在新加坡，通通不重要，每年都要算账。第三刀穿透国籍，黄有龙的逻辑是征收权是跟着护照走的，所以换个国籍就管不着了。过去20年，从香港到新加坡，从加拿大到澳大利亚，护照换手是标配。现在这个新规呢，加了一条颠覆性的条款，征税权不跟着护照走，跟你的钱从哪里来走，你在中国赚的钱，税就在中国交。第四刀击穿壳层，许家印33家壳公司，2025年香港高等法院逐层击穿，查了大半年才拨干净。现在新规直接把法院判决变成了长效制度，实质重于形式，不看纸面架构，看谁出钱，谁控制，谁受益。你套100层壳，最终受益人是你，那你就是纳税人。第五刀费用不计，许家印和黄有龙这种级别，请最贵的瑞士律师，雇最好的香港会计师，找最专业的开曼注册代理，管理费、律师费、运营开支1年几百万美元，拿去冲抵应税收入。新规就直接说了，信托管理费、律师费、海外运营开支一律不得抵扣，你花多少钱那是你的事儿，税也照交，进一步的削弱了离岸信托的经济意义。第六刀传代先税，许家印的2个儿子在信托里等着继承23亿美元，财富代际传承1分钱税不交。这个漏洞呢，富豪圈用了3代人，新规就补上了最后的一块短板，信托终止清算，强制税收清算20%，不管传给谁，先交税再继承。更狠的还在后面，倒查3年，不是从今天开始算，是往回追，2023年到2025年偷偷转出去的，一样要补税，彻底堵死了黑钱外逃洗白的任何可能。那一些不法分子硬扛着不交可以吗？文件把后路也给堵死了，给你90天主动申报，90天之内不报的，被查出来之后，不光补税，还要按天收滞纳金，还可能会被处以少缴税款50%到5倍的罚款。而且呢，以前最难查的是藏在香港的钱，现在大陆呢正在跟香港打通金融信息，信托账户的委托人、受益人、保护人全部逐项报送。香港是离岸信托最密的中转站，这个口子一收，其他地方那就只是时间问题了。国家不是突然想起来的，从2014年在 G20 承诺实施 CRS， 也就是各国交换金融账户信息，到2018年首次完成信息交换，再到金税4期与 CRS 数据深度对接，整整铺了12年，路修完了才开始设收费站。目前呢，中国已经和123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交换关系， BVI、开曼等些离岸地2026年起执行更严的标准。也就是说呢，你在开曼的信托里有几块钱，每年增值了多少，分给了谁，国内税务机关明年就知道了。过去是你藏钱别人涨，现在是别人先知道你在藏，游戏规则是彻底的反过来了。所以新规的本质不是仇富，不是针对那些正常经营、收入合法且有海外信托需求的人群，信托工具的本身还是合法的，但是以避税为唯一目的的离岸信托架构正在被系统性的拆除，是一次海外中国财富的主权回归。过去20年，国内的某些富豪利用国内资源政策优势，甚至擦边操作，赚得盆满钵满，1分税不交就转移海外，变相的掏空了国民经济。现在呢，新规就把定义权和征税权收回来，本质就是在保护国家的经济安全。现在一切都结束了。腾讯的总部、马云的公司注册都在开曼群岛，王健林的万达在 BVI， 这么多大企业都在海外逃了不少税吧？这几年房价下跌，经济下滑，很多人第一反应是不是财政缺钱，开始收富人的钱了？这个因素可能存在，但应该不是全部。更深层的是地方财政模式变化。过去地方财政的大头是靠土地收入，现在房地产下降，土地财政不可持续，于是财政需要的是更稳定的税源、更公平的税基，减少财富的外流。之前老虎、富途、长桥被罚22亿元，名义上是打击非法跨境证券业务，实际上是不是防止资金外流呢？所以离岸财富监管应该成了财政现代化的一部分。以前是不知道你在海外有什么，自从中国加入全球税务信息交换体系，包括 CRS、境外金融账户信息交换、银行账户透明化，很多以前隐藏的信息现在可以被交换，这对把大量资产藏在海外的富豪来说，是不是天塌了呢？大家怎么看？欢迎在评论区说说你的看法。最后还是希望大家多多点赞、评论、订阅，谢谢大家。